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尾音要怎么样弹才会好听，因为尾音你只要收好听了，你整首曲子音乐整个就变精致，它的质感会一下提升，所以你会常常在那个比赛的评语上面常常会听到你的尾音要收漂亮，对，你的音要处理过，那音色要再处理得更好，其实它就跟这个很有关系。Hello， 大家午安。好，我是颜文君，然后我是这个乐坛的粉丝团还有社团的创办的人。那我有一套自己的技巧系统跟那个音乐性的底层逻辑系统，然后呢专门来做教学的培训。好，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咯。尾音这件事情啊，我后来发现尾音大家为什么会不容易弹好？其实不光是一个乐句的尾音，其实每一个音的尾音也超重要。这个尾音是你这首曲子精不精致最重要之一。你只要把每一个音的尾音都收漂亮，每一个乐句的尾音都收漂亮，这首曲子基本上精致度就会啪提升很多很多，所以 CP 值超高哦。所以大家在练曲的时候一定要去想一下，你的每一个音每一个尾句，它的尾音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收得美收得漂亮。那今天我会讲有几个小 pebble， 我来弹一次你就知道怎样是有收，怎样是没收。好，没有收的，一般人会弹成像这样。我整个速度、音、拍子什么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好像觉得有一点呆啊，可能等一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不对？好，我弹第二个有收的。有没有？其实你就会发现，我好像节奏拍子也都是正常，可是怎么觉得第二次好像弹得比较好听，比较有灵活的感觉。它的关键其实就是我有没有做到尾音这件事情哦。那尾音其实它虽然讲得很广泛，但是它其实可以从一个音的尾音到一句话的尾音，这两个来判断，所以它尾音不是只有一句话、一个圆滑线、一个乐句线的最后面才需要收哦，其实是每一个音你都要去注意，这样才行。好，尾音我来讲，要怎么样处理才会好呢？第一个，你的手腕一定要动。很多人手腕是不敢动的，10个里面有9个人手腕不敢动。对，在上面就是动得很夸张。对，有的人他知道要动，但是会有点身体不协调的感觉，好像都会动得很刻意。就手动太多，这样也不行，就是手腕要柔软。如果你想要弹出那个尾音漂亮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如果你的手很硬，基本上它的尾音就会啪突然断掉。好，什么是尾音？我们在想一个音，如果我直接拿起来，在钢琴里面它就会啪，制音器就会直接弹回去，有没有？它就会下去跟啪结束的时候就戛然而止。所谓的戛然而止就没有尾音。你要尾音的，如果用声音来做比喻的话，你不会想说我唱一个 re 突然收住这个声音，这声音不好听。可是如果 do re mi， 我把后面那个声音稍微停一下，然后让它留一点尾巴，有一个共鸣的声音的话，它的尾音就会漂亮。所以你会听到那个声音是这样收起来的，都，它自然会有个线条，而不是都，有没有？所以这个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概念哦。的，对，它就突然断掉的感觉。那怎么样才会有那个共鸣的声音呢？你用一点点手腕，而且这个手腕要柔软的。
手腕先走，然后让手指最后依依不舍再走。所以手指不要很快的离开键盘，你手指要最慢最慢走。我现在把动作放慢10倍哦，所以我弹一个音的时候，有没有？我的手指是最后才走的，所以你的手就会是柔软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弹性，而不是这样去戳它，戳，那戳不会好听，一定是有这样子，手指最后才走，它才会好听。它声音会吱，好像后面会流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所以你要尾音漂亮，你最重要是要动手腕。这个要收尾音收的漂亮，有第2个要素很重要，也就是你要想象那个声音有一个线条，你要想到那个音不是大大大，而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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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到那个声音后面是有一个像美人鱼的尾巴，就像我刚刚说的噔。我如果是这样讲话的话，噔，后面有一个鼻音跟共鸣，它会这样拉出去，所以我会形容很像美人鱼的尾巴。你想看那个美人鱼啊，它跳到海里的时候，那个鱼尾巴会这样在上面翻一下再下来，所以那个线条的想象很重要。所以就这个美人鱼的尾巴，这个手腕的灵活度，所以就是没事的时候，你的手要这样子练一下，让你的手是这样子很柔软的。它会是真的很像一个尾巴，这个东西越灵活，对你的演奏帮助越大，所以你一定要去感觉这件事情，让你的手是灵活的，是漂亮的。那这个东西在弹奏的时候，你的手腕它也会更柔软，那更柔软，你能够做到的音色层次它就会越丰富。你的身体柔软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的音色它的层次就有多少。所以其实它真的都跟身体有很大很大关系，身体的协调啊，或者是你音乐上面的认知啊，你的身体能够做到的部分越大，尺度越大的状况下，你的声音它的层次变化会越多。来，当我要拿起来，我只要手指要拿起来，譬如有一个休止符或者是一个乐句的结束的时候，我就必须是要这样子拿起来，我不能这样拿起来。所以收其实不是只有小声而已，它是怎么样把这个声音，手指是怎么离开琴键的。哇，这金句哦！尾音要收得漂亮，关键不是小声，而是手指怎么离开这个音的，手指怎么离开这个音哦。所以你的那个手指一定要去想，我要怎么离开，怎么离开，离开，怎么离开，有没有？所以你会看到弹琴弹得很好的人，这个东西都做得很多。那当然演奏家他们到后来，尤其是大师，很多都内化了，他们动作变得很小很小，你好像看到他们直接拿起来，没有，他的手指其实都有一点点他们会去处理。所以你会看到那种就是音乐科系啊，或者是弹得很不错的学生，他们的尾音收得很漂亮，你会看到他们的都会刻意去做这件事，身体会拉，或者是身体会带，或者是最后手腕一定会有动作，这是很关键的。你会看到那个指挥，你有的指挥手也很漂亮，有没有？他有时候不是拿那个指挥棒，他就是直接用手，你会发现他们的手都超美的。你看手，他不会像机器人，你很少看到指挥像机器人。因为如果他机器人，他的身体不太协调，那个乐团其实应该也会指不好。
我在猜，虽然我自己没有指挥过，但是他的身体的协调度如果不太够，他没有办法完整的传达给团员，所以他的那个指挥在表达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他必须要靠动作，因为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我就是要看指挥的动作，我就是要看指挥的那个点，或者是当你指挥很认真这样拉的时候，所有团员会跟你很认真的把那个音给收好。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去听。这个是最关键。其实你如果1跟2有做到，你就会发现我第3点，我耳朵去听那个声音会变化。要去听什么呢？耳朵要去听咪到结束，我声音出现到结束中间的这一个共鸣。你要去听那个声音有没有被完整的收好，还有你的手离开的时候，它对声音的影响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常常说听音乐，或者是常常要听你要弹的东西，你要去听后面声音发出来以后后面的声音。好，来从这个有没有？现在还有哦。好，我离开这个声音是要去听那个尾音的那个部分，而不是听我有没有弹对。如果你只有听弹对了，你的思绪大概就飘走了，飘走的时候你的手大概就会直接拿起来了。所以你是耳朵要去追到手离开的时候才行。所以你看耳朵其实它很忙，它其实不是要去听弹音对不对，到了就是后面比较你想要追求好听而不是弹对，你只要追求弹好听的状态下，你的心态还有你耳朵要去听的地方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是要去听音有没有弹对，对不对？听音有没有弹错，但是接下来要弹好听的关键就是耳朵要去听音发出以后到结束的声音，这个东西才是关键。如果你没有去听这个东西，你的手跟身体其实就不见。所以耳朵很忙，它跟到最后还在跟，对，还在一直跟，然后好，又要收咯，还在跟。然后如果我手拿起来了，踏板还没拿，踏板离开的时候，耳朵还是要听它是怎么被收起来的。你的耳朵要去听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耳朵听了以后，它其实就会反馈给身体，音有没有被收好，断掉了，你就知道你的那个脚可能不 OK 或手不 OK， 它再去做调整。手腕都有，你会发现我连身体都有，因为我对音乐的想象那个线条是在的，所以我的身体就会自然去带，有没有？身体就会一起去做延伸。所以如果你的身体不动，你看起来也会很怪哦。很怪，我自己都弹得很怪。好像手是手，你是你，你好像中间有隔着一个东西，所以你很难进入音乐。所以你如果想要跟音乐、跟人情合一，跟人跟音乐合一，你的整个人都要在那个里面，都要去享受一下。拿起来。包括这个音，手腕带着走，身体也带着走，耳朵听。好，我可以不用踏板哦。你看，
它的声音会变噔，会有个收起来的声音。如果我手腕不动，如果我没有尾巴，我没有那个想象，它就变成。重点就真的就是这3个，第一个你的手腕一定要用，然后第二个是你的声音的想象，那个线条要像一个美人鱼的尾巴，要这样去往上带。好，第3个是你要去听声音，你要去听你的耳朵从音发出来到你手离开到声音消失之前的那一段，你要去听那个共鸣，那个共鸣是不是 OK 的？你那个共鸣如果没有去跟，你的耳朵没有跟的话，其实音的延伸其实就会不够，它的那个音乐就会出不去。我等一下用另外一首来弹。好，来，现在我要让大家去听音后面的声音，去听音的共鸣这件事。我要用肖邦的夜曲，一首升 C 小调的夜曲。好，如果我没有处理，我的手完全没有处理，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它变得超难听，它会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就变得呆呆的。一块一块，你会变得音是垂直的，这样音，然后一个石头这样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就你就会觉得不好听。那为什么在钢琴家或大师的手上这一段旋律，怎么变得蛮好听的？是因为我有去听哦，噔，它后面是怎么走的？对不起啊，噔噔。你看，我的手有做，我的脚也有做，我耳朵也有听它后面它的音的那个共鸣，它是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的。这很好玩哦。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在那个音的后面的时候，你的尾音自然全部都被收得很好听。你的注意力在每一个音上，我有没有弹对？哦，弹对了，可以走了。啊，可以走了。哦，可以走了。啊，可以走了。那当然啦，那这个声音它一定会变得很粗糙，就不好听。所以你在弹的时候，你要去善用你的手腕。其实手腕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为什么会好听？是因为你用了手腕以后，你触键的速度会变慢。你看这样直接这样下去，跟我用了手腕不一样。你只要手放在那个手上，你这样子直接下去，跟你用了手腕，它会变得很像按摩。要按摩，你看触键的那个速度本身就会变慢，本身就变慢的状况下，它音会变得比较柔和一点。那柔和呢，声音就自然好听了。再加上你有去注意它如何离开的，它声音就会变得很漂亮，是有被修饰的声音。好，来。去听，去听，去听。好，休止符。你知道吗？像这首这样的曲子，其实当然每一个乐句收起来很重要，可是你会发现我是这样弹的，每一个音，我甚至拿起来。好，
昨天就有个学生问我说：“老师，圆滑奏它上面不是圆滑奏吗？你为什么拿起来了？”在这个谱上，它上面其实是有个圆滑奏的，你为什么拿起来了？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圆滑奏大家都觉得是圆滑奏，对不对？可是我认为它是越句线。圆滑线跟越句线，它到底差在哪里？其实啊，我们常说啊，音符跟音符的中间是什么？才是音乐。所以音乐在音符跟音符的中间哦，所以你音乐去保持着，你中间有张力、有延伸、有共鸣、有你要表达的意志之类的，这些东西你 hold 住了，你的手有没有拿起来？或者是你还是连着，它会跟你的音色有关系。所以，比如说我想要呈现的透明的一点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手没有必要一定要全部都连好，因为我想要透明、高高的、亮亮的声音。跟如果我先要弹绵延比较下面的声音。一个情绪比较高，一个情绪比较低的状况下，我想要弹比较透明一点的声音，我就会选择把它拿起来，因为我要以音色为主，而不是以手有没有连起来为主。所以，也许我的看法跟很多人不一样，我的看法真的就是跟蛮多教授或者蛮多外面老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会觉得，你去看很多的音乐家，他们大师他们在演奏的时候，有时候手也是很自由的拿起来。他不会就是上面说不能拿，上面有圆滑奏，然后我就刻意都不敢拿。没有，其实你只要音乐在，你的想法在，你有 hold 住那个张力，你手有没有拿起来这件事情反而是其次，而你手拿不拿得起来这件事情，它是为了音色这件事。所以我会发现，就是声音，你看哦，我一直去听后面的，你看我尾音也都有拿起来，尾音把它收得很漂亮。当然，所以我每一个声音我都好好的对待，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哦，因为他讲到每一个音的处理，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认真对待每一个音，对，他会觉得这是伴奏啊，这个是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比较重要，或者是第一个音比较重要，后面比较不重要，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音乐在谱上每一个音符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如果没有那些音符，其实没有办法构成这个音乐。所以在这个每一个音符，其实要好好的去对待。光这件事情，我要把它每一个音都当成一个很漂亮的珍珠，很珍贵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听完，把它走完，而不是急着去下一个音，急着去找后面，急着去找这下一段什么之类的。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弹完就丢了，弹完就丢，发现这个音对了就丢了。那这样子音乐不可能会精致。所以想要音乐有质感，想要音乐漂亮，想要音乐哇有像大师那样子的氛围，其实就是认真的对待每一个音。我认为这个观念超级无敌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认真去想每一个音，有没有跟到每一个音，对，就会决定了你这个音的质感如何。可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什么耐心，我以前也没耐心，就会一直很想找后面的，那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个 moment， 你看这声音，本身就一个世界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不用追下一个音，它不用把这一段弹完才是一首很美的曲子，没有，本身这个是，就算时间停在这边也没关系，有没有？这个感觉不一样哦。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哦。人家佛教说一沙一世界，一音一世界，
就是每一个音它就已经是完整的了，每一个音那个瞬间它已经是完整的，它不用弹完才完整。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去听，去好好的感受，好好的享受这个音，好好的品尝这个音，品尝去闻这个味道，闻这个颜色，去欣赏这个颜色。本身就很漂亮咯，不是要弹到下一个音才漂亮，不是。所以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好像很少停下来去欣赏每一个音的过程。我觉得学音乐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很急，然后最后弹完都很焦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弹得好难听哦，我弹得怎么样啊？可是我在弹音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下走，我又一直马上一个音一直追，可是我都会跟学生说，我说你就停下来，每一个音好好的听，好好的品尝，你不要去找下一个音，因为你知道，你手就是弹久了，你其实手自己会动，你不要一直去找，很紧张，怕那音跑掉，这样赶快把它弹完。所以你这样弹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你每一个音都弹完了，可是弹得很空虚，弹得很焦虑，弹得一直觉得自己弹得很难听。可是啊，你如果把每一个曲子整个放慢10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跟你说，很好玩哦。曲子很多都变得很好听，包括那种像本来那种乒乓球的那种，就什么肖邦练习曲啊、李斯特练习曲啊。如果我把每一个音都放慢1倍以上，甚至2倍以上，慢慢去听，每一个音都美得要死，只是我们都没时间欣赏。所以啊，我最近就在玩，就是每一个音就像刚刚这样弹得很慢，好好去品尝，好好去享受每一个音，你就会发现啊，每个首根本就很好听，因为本来曲子就写得很好听了。对啊，只是我们一直急着去弹，急着把它弹完，就觉得好像自己怎么样都弹不好，我觉得很可惜。好 ，OK， 就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尾音要怎么样弹才会好听，因为尾音你只要收好听了，你整首曲子音乐整个就变精致，它的质感会一下提升，所以你会常常在那个比赛的评语上面常常会听到你的尾音要收漂亮。对，你的音要处理过，那音色要再处理得更好，其实它就跟这个很有关系。OK，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